华为刚刚发布 nova 12系列，我们又是第一时间拿到，只不过12是活力版，另外我们还凑齐了所有的颜色，一个个开给大家看。首先是12活力版，盒子是纯白的底色，而印字还有炫彩膜。内部是一层手机，一层卡针、权益卡和手机壳，透明的清水套。下层是充电头和数据线，也是66瓦，而12的标准版都是100瓦。正面为直屏，和12一样。边框顶部约 2.84 毫米，听筒是开在了边框上，隐藏性一般。左右边框约 2.62 毫米，下巴约 3.23 毫米，镜头直径约 4.54 毫米，会显得稍大一点，但是也达到了6000万像素，而且可以切换 0.8 倍的广角和超广角，最大视野是达到了100度。边框为塑料，表面做了磨砂星光的效果，上下还有2个抛光进行过渡。屏幕到机身是直接嵌合，并没有塑料支架。弧度还是比较柔顺的，并不是纯平的，而是有一定的弧度。顶部有扬声器、红外线遥控器的开口，而底部充电口基本居中。侧面电源键还加了一个红线做点缀，也是华为的传统了。背面采用的是樱花飘落的设计，并不是玻璃冰冷的触感，表面是均匀的磨砂触感。镜头和标准版的布局也是不一样的，5000万像素的主摄和8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还有一个是激光对焦，只支持 AIS 防抖。单 LED 闪光灯和色温的传感器跟 P 系列也是比较相似，采用了全新的星耀环工艺，刻字为 nova。 镜头圈周围也是做了抛光环，厚度是 7.82 毫米，镜头凸起处是 10.8 毫米，重量是 171.12 克，还是很轻薄的。戴上手机壳之后是这个样子，也是白色。屏幕为 6.7 寸的，分辨率 2412×1084， OLED 类段式排列，可以看到红蓝像素并不在绿像素中间，绿像素是方形的，大家可以弹幕来猜一下厂家，我们最后公布答案。手动最大亮度是450尼特左右，激发亮度柜台机可能和量产版不一样。调光的话，高亮度是120赫兹的类 DC， 低于这个位置之后呢是1440赫兹的 PWM。 可以看到亮度降低的时候，波动深度也会逐渐变大。配置是高通骁龙 778G， 屏幕指纹柜台机并没有开，就测试不到了。4500毫安时电池， 4G WiFi 6， 蓝牙 5.2， 双频 GPS， 北斗为3频。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nova 12 Pro， 布局都是一样的，就是充电头改成了100瓦，屏幕为 6.76 英寸的4等身曲面，边框顶部约 2.36 毫米，左右约 2.64 毫米，下巴约 3.16 毫米。边框是做成了弧度，和屏幕的弧度进行平稳的过渡，而12的直屏就没有这个弧度。正面来看也是 Pro 的屏占比会更大，不过 Pro 的顶部听筒旁边似乎是有更大的缝隙，能够看出来有一点泛白色。前置镜头长度约 14.68 毫米，宽度约 4.85 毫米，也是容纳了双镜头，一个还是6000万像素，但是多了追焦的功能，另外一个是800万像素的人像特写，同样也是支持自动追焦。边框都是塑料抛光，和颜色是分别不同的，我们也是凑到了全部的4个颜色，布局是基本一致，还是那些东西。背面看是分成了2种设计，4个颜色。黑色是玻璃镜面的效果，反光很强，也是一个指纹的收集器。镜头环周围还可以看到彩虹的效果，而粉白蓝都是樱花飘雪的设计，磨砂的玻璃，蓝色会显得比较深沉，而粉色是很嫩的一种粉，跟樱花真的是很像。戴上手机壳之后是这样的，重量也是达到了 206.49 克，屏幕也是换成了 LTPO 1到120赫兹刷新率自适应。手动最大亮度是507尼特，同样是柜台机，所以并不一定准。调光低于这个亮度之后呢是2160赫兹的 PWM， 而高于之后就类 DC。 配置和标准版一样，应该是叫麒麟8000吧，因为官方是全部隐藏了。无线还是 WiFi 6，导航是增加到了3频和4频，电池是4600毫安时，并没有无线充电。最后就是 Ultra， 布局和内容物是完全一样的，屏幕是升级到了昆仑玻璃，镜头前后也都是一样的组合，背面是一体的素皮印花工艺，触感非常的像真皮，温润细腻。皮纹上也是印了 nova 的字符，而摄像头的过渡也是做成了弧度的，颜色就只有蓝色和白色可选。厚度是 8.26 毫米，镜头凸起处是 11.86 毫米，重量是 202.21 克。大家觉得哪一个更好看呢？弹幕来投个票吧。我们也是把其他所有颜色都摆在一起。屏幕看着跟 Pro 其实是一样的，实际呢测的也确实差不多。手动最大亮度是490尼特，配置应该是麒麟9000 SL， 同样也是隐藏的，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系统都是鸿蒙4，而 Ultra 还多了北斗的双向卫星通讯。后置镜头都是5000万像素的 ROIB 主摄，可
边光圈，是 f1.4 到 f4， 并没有光学防抖。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也并没有长焦。开箱的分享我们就先做到这里，因为开柜台机的时候发布会还没有开，所以也只能够测试这些。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的颜色和设计都非常的漂亮，真的是有足够的辨识度了。至于其他的软件表象，我们有机会接到量产机之后再为大家进行实测。好了，我是王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